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那現在呢，我們在進行的是閱讀的第3個部分。那在前邊呢，我們已經介紹了這個第3部分的文章有什麼樣的文章，我們也介紹了怎麼去猜詞的意思。那現在呢，我們要看一下在這個第3部分的問題裡邊，一定會有一個問題是關於文章主要說什麼的。那這種問題呢，每一篇文章裡邊都會出現，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現在呢，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那我們前邊呢介紹了在 HSK 5級閱讀的第3部分會出現議論文，還有說明，還有就是這個故事等等，我們說過了有幾種文章。我們現在呢，先来回去看一下。好，那這一種是議論，也就是說，他向你介紹一個觀點，然後呢，進行一些詳細的這樣的證明，然後最後有一個結論有一個 conclusion。那麼一般來說，議論的文章第一句和最後一段的內容是最重要的，它常常會告訴你這篇文章主要說什麼。那中間呢，常常都是一些具體的想法，為什麼他覺得他的這個想法是對的，或者是我們應該怎麼做，從哪幾個方面來說這個問題等等。所以這個是議論文。那麼如果你看到了一篇議論文，表示介紹一個觀點的，那麼如果問題是文章主要說什麼，那一般來說你看一下第一段，然後看一下最後一段，一般是可以找到答案的。那麼另外我們的说明的文章裡邊，它也會在第一段裡面先去介紹一下它要說明的內容，它要先說一下現在我們要介紹什麼了，然後才具體去介紹具體的内容。當然了，如果它說明的这個東西也給我們一些道理，或者是也給我們一些好的建議、好的方法，那最後它還是會介紹一下。所以第一段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通常來說是最重要的。當然了，說明的文章一般來說先介紹對象，所以第一段会非常重要。那麼另外呢，我們來看一下故事。那在一個故事裡邊呢，一般來說它是先從時間、地點、人物開始介紹。那這個故事講完了以後，會告訴大家結論是什麼。比如說像這篇文章，它會說很多東西並不是我們無緣得到，而是我們期望太高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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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它會在最後的時候告訴你這個道理是什麼。這個是我們在看故事的時候我們能夠知道的，就是道理一定在最後一般來說都是這樣的。好，這個是我們的3種文章。那麼我們知道在第3部分閱讀裡邊有這3種文章以後呢，我們在回答這篇文章主要說什麼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應該去哪裡找答案了這個對我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因为我們一般來說比如說一共有4個題目的話呢，第1個題目和第2個題目呢都是非常小的問題，我們說是細節題，是 detail。那細節題我們要先看問題，然後直接在第1段、第2段去找答案就可以了那麼第3個問題很有可能是問你下列哪一個正確下列哪一個正確，那你就是需要去看 A、B、C、D， 然後在讀文章的過程當中去確認哪一個對，哪一個錯。那一般來說，最後一個問題，它的問題就是這個文章主要說什麼。那麼這個問題呢，一般來說你要在第1段或者最後一段找到答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那73題，他說上文主要告訴我們生活中應該怎麼樣。那麼這個
它其實也是問你文章主要說什麼，這個問題是一樣的。那麼我們在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文章的最後。那這個就是文章的最後，前面有很多他講了一個小故事，老師拿了沙子，拿了石頭，然後讓同學們把它們都放到瓶子裡邊，還有水。那他們老師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先試一試放沙子，然後再放石头，發現放不進去了。但是老師又換了一種方法，先放了石頭，然後再放了沙子，所以沙子們都进去了。那然後最後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那這種文章就是前面有一個故事，後邊有一個道理。那你在看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的時候，已經發現了文章是這樣的文章，那麼這個問題在做的時候，你直接去找最後一段，找答案就可以了。那最後一段告訴我們，生活也是如此我們的故事通常都是这樣的，他會說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你的生活先被不重要的事擠滿了，那你就無法再裝進更大、更重要的事了。那麼這就是一個道理。所以呢，生活中應該做什麼 ？A. 多思考 B. 先做小事 C. 先做重要的事 D. 多聽別人的建議那麼我們看一看答案應該是什麼呢？他說的是如果你的生活先被不重要的事擠滿了，那你就沒有辦法裝進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了那就是不好的，對嗎？所以我們不能這麼做，对嗎？所以我們不能先做不重要的小事，我們應該先做重要的事，我們應該先做大的事情那前邊的故事裡面也告訴我們了，如果你要在瓶子裡面放進石头和沙子，你應該先放石頭，再放沙子。如果你先放沙子，那石头一般來說是放不進去的。所以這個文章如果它是一個故事的話，道理在最後。那我們看到最後一段的時候，就可以選擇出答案來了。當然了，5級的閱讀呢，它比較難，它不可能非常直接的告訴你答案，它都會反着說，或者是說用別的話去說。那這個時候呢，同學們就一定要注意一下，非常認真的去閱讀最後一段。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呢，有很多同學在讀閱讀的第3部分的這個長文章的時候，有的時候同學會問我，老師，我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個故事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道理這個時候呢，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和你的國家思維方式不太一樣，文化不太一樣，所以呢，大家的想法其實也是不一樣的。就是可能你讀這個故事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得到這樣的一個道理，但是中國人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呢，就可以得到這樣的道理所以這個是因為想法不太一樣。所以呢，你如果只看故事，你會覺得這些非常的奇怪，但是如果你看了這個你會發現根據這句話，答案就應該是 C。 所以在讀這個文章的時候，大家還要注意的是，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自己覺得這個故事告訴我什麼所以呢，你要注意的是這個問題那因為老師教過很多學生，在教學生的過程當中，發現了有的時候我講一個故事，想告訴學生一個道理，但是呢，學生會覺得老師，我沒有辦法從你的故事裡面學到這個道理。那這個不是因為學生不明白這個故事，也不是因為老師講得不夠清楚，主要是因為我們文化和思維的差異。所以在這種差異的情況下呢，我們有2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大家要經常去讀中國的這樣的故事，然後去學習中國人從故事裡邊得到了什麼道理要去熟悉和習慣中國人的思維和想法。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在你讀這樣的文章的時候，你要在文章裡面找答案，而不要自己去猜測。
不要自己根據故事得到道理，要根据它的道理再来得出最後的答案，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答案就是 C， 要先做重要的事情。好，那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第一段裡邊找到答案。那這樣的文章呢，常常是議論文。我們來看一下，他說呢，上文主要講的是什麼？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文章主要說什麼，關於主題、關於話題的這樣的一個問題。那我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我們當然要回去找答案。那我們找答案的時候，我們先看第一段。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議論文，表達觀點的，介紹觀點的。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生活的快樂，快樂不是別人給的，而是來自於自己的心態，是自己內心的感受。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態，因而便產生不同的結果。有3句看似很簡單的話，曾經幫助很多人找到並體驗了人生的快樂。這裡把這3句話送給你，只要你經常使用它，你便能成為一個快樂的人。這3句話就是太好了，我能行和我幫你。那麼我們來看 A、B、C、D 哪一個是對的呢？ A 怎樣才能快樂起來？ B 每個人都是幸運的。 C 心情對健康的影響。 D 重視興趣的培養。那麼大家，你們覺得看了這段以後，你會選擇什麼？我相信呢，所有的同學都可以做對這個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這個文章的第一段裡邊呢，我們看到了非常多次一個詞，那就是快樂。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快樂，那快樂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的心態。所以有3句話可以讓我們有快樂的心情，所以這個是關於快樂的，是關於人怎麼才能獲得快樂的這樣的一篇文章。那麼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A。那他說呢，只要經常使用它，你便能成為一個快樂的人。所以這篇文章說的是怎樣才能快樂。那他在第一段裡邊已經給出了你結論，已經給出了他覺得人怎麼才能快樂呢？你要常常使用這3句話。後邊呢都是關於這3句話的一些詳細的介紹。那麼我們可以發現在做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其實只看第一段就已經可以選擇出答案來了。所以呢，我們同學們在這個讀文章的時候呢，有的時候你不要去就是不要每次都是看完整的文章，要求文章裡面所有的內容都能看懂才去做題。其實不是這樣的，有的時候你會在某一個特定的部分找到答案，所以只要你認真的去讀那個部分就夠了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因為我們的 HSK 5級的閱讀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大家看不懂，而是大家做不完題目，就是你閱讀的速度太慢了。所以你一定要學會我怎麼才能更快的去找到答案那我們在這裡呢給大家介紹的方法就是你要麼看第一段，要麼看最後一段。那還有就是一篇文章裡邊有4個題目，那麼我們給大家介紹的是你要先看題目，然後去看文章。看文章的时候一邊看一邊找答案就可以了。好，那我們現在在最後看一下，還有一個辦法叫做排除法也就是說文章很難給我們答案了，但是呢我們可以去看看 A、B、C、D 裡邊，它一定有幾個是非常明顯不對的答案。那這樣的我們要先排除掉，然後在可能的2個裡面選擇一個就可以了。那正確率就是50%就提高了。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篇文章我們先來看一下題目吧。
最適合做上文標題的是什麼？標題就是題目，就是這個 title 啊。一篇文章呢，一定是有 title 的啊，一定是有題目的標題的。但是呢，我們閱讀的文章是沒有題目的，所以有的時候呢，他會在最後一個問題裡面問你，你覺得哪一個最適合做這篇文章的標題或者題目？那其實問的問題也是這篇文章主要說什麼。他的問題只是說問的方式不一樣，但是最終的目的還是在看你有沒有真的明白這篇文章主要想告訴你什麼，主要想說什麼。所以這樣的問題也是一樣的。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A 是我的母親， B 是成長的教訓， C 是家庭的溫暖， D 是褲腿上的小紅花。這四個完全看不出來，那我們去讀文章來確認一下。我们来看同樣的問題因為用了3種不同的解決方法，就導致了不同的結果這個不是第一段，也不是第二段這個應該是中間的一段。第一位母親讓孩子感到恐懼和失望，那皺巴巴的褲腿兒就如同母親臉上寫滿的憤怒，孩子不得不活在母親強制的意願中。第二位母親平平常常，孩子得到的是一個順其自然的生活環境。第三位母親是最優秀的教育教學，她用褲子上的花朵啟發了孩子美好的想象，她臉上燦若朝陽的微笑給了孩子更多的寬容，讓孩子在成長的路上充滿自信並富有創造力。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第一種母親不少，第二種母親不多，我們缺少的是第三種母親。那麼這個在前邊呢，他介紹了孩子的褲子破了，3位母親不同的處理方式。那麼這整篇文章其實在介紹的是教育孩子的不同方式。那3位母親3種不同的教育方式，文章很明顯說的是第3位母親是最優秀的，她在孩子的破的褲子上繡了一朵小花所以她問你這篇文章最好的題目是什麼？ A 我的母親。那這個文章說的是有3位母親都不是我的母親，所以不可以。那 B 成長的教訓，那教訓是什麼呢？是你做錯了你學到的一些經驗，所以這裡面沒有做錯，它講的是教育它講的是媽媽應該怎麼教育孩子，而不是孩子應該怎麼從錯誤當中去學習，所以 B 也是不對的。那麼 C 家庭的溫暖，家庭的溫暖聽上去好像是挺對的，但是實際上我們在這裡還是說一下，它講的是教育，講的是最好的教育是第3位母親這樣的，所以呢，這不是關於家庭溫暖的文章。我們看 A、B、C 都不對，那 D 呢？褲腿上的小紅花因為這個故事裡邊，它最強調的是第3位媽媽給孩子的褲上放了一朵小紅花，孩子很高興，他最後非常成功。那麼他認為這種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所以用這個作為題目也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是最好的。那麼很多同學在看到 A、B、C、D 的時候，很有可能先會說D 我覺得有點不太對但是呢，你發現沒有 A、B、C 真的完全不對，所以如果你能夠判斷出來 A、B、C 特別不對的話，那麼 D 就是最好的答案。所以最難的閱讀題可能就是需要你去做排除，就是 A 不對 B 不对 C 不对，好，那只有 D 是对的这个就是我們的一個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怎麼說，我們的一個做題的方法叫做排除法所以有的時候當你覺得我不能夠確定的時候，你可以先把
一定不對的給劃掉，然後最後你會找到一個還不錯的答案。那麼這個往往就是最正確的答案。好，這個就是我們閱讀第3部分的最後一個方法，是關於怎麼去選擇、怎麼去判斷文章的主題的這樣的題目，我們怎麼去做。好，那我們現在呢，來簡單的複習一下我們之前說過的內容。我們說在看文章的時候呢，一定要注意的是看這個閱讀第3部分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先去看題目，帶着問題去讀文章。比如說題目第1個，富翁丟狗後怎麼樣呢？你知道這是一個故事，然後你就去繼續看為什麼乞丐沒有立即還那只狗，這個只要看問題。然後 C， 根據象文下列哪項正確？這個題目你要把 A、B、C、D 都看一下，然後最後上文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這是非常典型的閱讀第3部分的題目。我們在讀題目的時候，第1個和第2個不需要看 A、B、C、D， 第3個要看 A、B、C-D， 第4個不需要看 A、B、C-D， 然後你去讀文章。在讀文章的时候，用我們給大家介紹過的方法去做題，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快一些，而且一定可以做对。那麼有很多同學在使用這個方法之後，讀一遍文章就可以把所有答案都選擇出來。那我們也希望同學們也可以像我們以前的學生一樣，學會了方法之後，用一遍大概是2分鐘的時間，可以比如說把文章讀完，然後把题目都做出来，或者是3分鐘，那最多你能用4分鐘去讀一篇文章。所以比如说你先用1分鐘的時間去讀題目，然後你用2分鐘的時間去一邊讀文章然後一邊讀文章一邊來選擇答案，選完了就 OK 了。那如果你還有時間你可以再去檢查一下，但是如果你沒有時間，就到這兒就已經可以了所以呢，大家在這裡呢一定要學會怎麼去找答案，怎麼去做題，那這個是特別特別重要的。那如果像這樣的簡單的故事，你可以用2分鐘或者3分鐘把它做完，那你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做比較難的，比如說像這樣的說明文，你會有更多的時間。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把握時間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如果給你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去查词典，你可以去慢慢的想，你们都可以做对。但是问题是 HSK 5级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认真的学习，并且认真的去练习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法。那么在你熟练的掌握了这些方法以后，那我相信你做题的速度一定会越來越快。那麼當然你在考試的時候一定會做得越來越好也一定會獲得更高的分數。那麼好，那這裡呢就是我們 HSK 5級閱讀的最後一部分的最後一節課。那接下來呢，我們會進行書寫方面的這個講解，希望大家呢認真的去聽，因為書寫對於很多學生來說也是非常難的，所以我們在書寫的部分再見吧。